如何将一辆旅行车进行改装，在直线比赛中跑赢宝马 M3 的呢？这个想法来自于宝马发布的一则消息，要在今年发布一款 M3 旅行车。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，迈克决定要在宝马发布之前，提前改装一辆超越宝马 M3 性能的旅行车出来。迈克将目标选定了2006年款的宝马335旅行车，这台车子要比网上介绍的状况还要好。它搭载了一台3升6缸300马力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而且车主还给车子做过一些优化，甚至内饰也全是真皮内饰，开起来十分的流畅，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这可以说是迈克这么多年以来遇到比较好的一台二手车了，而且售价也相当合理，车主只要了4500英镑。迈克生怕车主会反悔，直接握手成交了。等车子被开回车厂后，迈克就跟猫王讲述了一下自己心中的想法，要从性能和外观上都超越宝马 M3。这对一个前方程式赛车机械师的猫王来说，将车子进行改装，压榨出最大的动力是他的强项。猫王先把车子架了起来，接着就来到了差速器这里，他要升级一下限滑差速器，这样能更好的提供牵引力和抓地力。猫王先卸掉了爱式的排气管，可没想到这套老式的排气管这么的重，一个人完全操作不了，所以他叫来了迈克帮忙，两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排气管抬了下来。这时就能轻松的拿下差速器了，并且将其送去了专业的地方。而猫王则为提升性能做着接下来的工作，他先拆掉了上面的保险杠，要对上面的中冷器下手。猫王准备，而新的则可以应对更多的性能。等猫王把新的中冷器安装上去后，第一阶段的性能提升就完成了。而另一边的迈克也在为提升性能奔波着，他将差速器带到了好友凯文这里。凯文自80年代就一直在改装汽车，而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家。凯文准备将开放式的宝马差速器更换成眼前这个密封的，他先把关轮放到桶里并灌上热水，这样灌轮受到热量会膨胀，会将其卡在新的齿轮差速器上。接下来就要用螺丝固定到设备上，等所有螺丝都固定好后，就可以将它塞回去。这时就到了细致的环节，一切都必须设置在宝马原始公差范围内，哪怕是毫厘之差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破坏。这一个过程师傅也是十分的小心。等这些都被调教好后，这个差速器就升级完成了。另一边的猫王也没闲着，他正在设计一套全新的排气系统，并且更换了新的消音器，根据空气动力学重新设计了排气管的走向，细心的将其都焊接到了一起。安装上去后完全符合车体的构造，并且还设计了4个排气管，看起来更加的有攻击性。启动车子时发出了好听的声浪。接下来就是改善外观了。既然要提前打造车 M3 旅行车，那外观也得接近宝马 M3 的样子。但由于传统的喷漆比较昂贵，所以他们找到一家喷涂乙烯基的地方。通常这种方式也叫喷雾包装，价格是传统喷漆的1半，而且这个容错率很大。如果想更换颜色的话，直接就像车衣一样直接撕下来就可以，并且还可以将撕下来的废料回炉重造，可以重复的使用。这简直是既省时又环保，而且喷涂起来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将选好的颜色的粉末倒入专用的化学混合剂中，将其摇晃变成液体，然后将其倒入透明可剥离的油漆中混合，经过均匀的搅拌后，就可以开始喷漆了。整个过程就和普通喷漆一样，完成的效果也非常的好，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这次不仅提升了差速器，还重新设计了排气系统，并且更换了新的轮子，甚至还更换了 M3 风格的前杠，让迈克看到后非常的震撼。猫王这次的改装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这次购买车子花费了4500英镑，更换新的中冷器支出了230，升级差速器的费用是1420，排气系统花费了500英镑，新的保险杠花费了275，给车子重新喷涂用去了1750英镑，一套新的轮毂轮胎支出了1180，购买车子和维修的费用总共支出9930英镑。迈克觉得这次的修复很值得，这个项目不仅仅是为了盈利，更是他们对车的一种热爱。为了证明这次改装是否成功，迈克还特意借来一辆宝马 MC 轿车，准备在1公里多长的私有飞机场跑道上和改装的宝马335一决雌雄。开始 M3 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将335远远的拉在后面。可当宝马335的涡轮增压启动时，宝马 M3 将不再是对手，只能看到335的尾灯了。最终宝马335获得了胜利，这也能看出猫王的技术还是很牛的，能让一辆老牌的旅行车跑赢性能高于他的轿车。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装，可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。但我相信这么优秀的性能，很快就能将其卖出去。那么这时问题来了，面前的2辆车子价格一样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辆呢？说出您心中的想法。